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虎扑女神大赛，刘亦菲再次夺冠，她为何是永远的直男女神？在虎扑这样影响力巨大的直男论坛，女神大赛已经连年举办了7届，把过去40年里所有一定知名度的女艺人，包括众多香港电影女神、知名日韩女星，全放在一起比较的直男大比美。2019年，刘亦菲在最终投票中赢了高圆圆，夺得第4届虎扑女神大赛冠军。2022年，刘亦菲在最终投票中赢了周慧敏，夺得第7届虎扑女神大赛冠军，也让她成为首位虎扑女神大赛的双冠军，成为最当之无愧的直男女神。很喜欢这次虎扑选美的一句话：刘亦菲可以输，赵灵儿不能输。更何况投的是赵灵儿，但谁都知道，其实就是赵灵儿加王语嫣加小龙女3打1。7年女神赛下来，年轻内娱女星中，刘亦菲、高圆圆、佟丽娅都拿过冠军，4强常客，是可以和一众远古港圈女神抗衡的。90花中以貌美著称的古力娜扎迪丽热巴是8强的常客，偶尔也能进4强。85花中的赵丽颖、唐嫣景、田妮妮、杨幂们是时不时能进个32强，甚至16强的。刘诗诗是基本入围不了32强决赛圈的。然而，哪怕是纯直男审美中颜值最普的刘诗诗，其25岁左右的巅峰期状态，也足够吊打如今这些偶像剧的普女主角们了。如今这些热播偶像剧的普女主角们，要是谁在预选赛提名她们为女神候选，肯定会收获广大直男关爱傻子的目光。至于个别本身底子差劲，以医学美容换头术出名，也一直在演偶像剧女主的当红女星，哪怕她后天呈现的妆容颜值再好，那也是广大直男不屑一顾，第一时间就否决的。广大直男就是如此耿直。少女成名的刘亦菲，15岁王语嫣，16岁赵灵儿，18岁小龙女这3个角色，颜值标准实在拉得太高太离谱了，以至于她25岁以后的每个角色，妆容再怎么用心，换在别的女星身上，可以算惊艳的颜值，也再难以让大家有惊喜感，甚至于也就那么回事的第一印象。而且偏偏还有一群导演特喜欢给美女披麻布袋，甚至可以说，从20岁到30岁的刘亦菲，浪费了差不多10年的颜值巅峰期，没有留下真正值得一提的作品，也是事实。在这个流量经济和饭圈文化主导娱乐圈的时代，许多年轻艺人靠着一个偶像剧的好人设，甚至因为饭圈营销层层洗脑，狂刷转评赞数据，便在强大的营销包装下走红，而成为所谓的顶级流量明星。相比之下，早早成名的刘亦菲根本就不走流量明星路线，超过15年再没拍过电视剧，也不上综艺，不签大公司，也就没有相应的包装营销团队。大多数00后、05后的饭圈追星众都并不熟悉她，因此会坚持为她刷转评赞、刷杂志销量、刷票房的死忠粉丝也很少，远远不如时下当红的那些偶像们。然而，另一方面，当初看着刘亦菲的电视剧度过童年、少年时光的许多人，如今已经长大了。作为相当多部分80后、90后群体心目中的神仙子子，她在这一年龄段的国民度、偶像滤镜和童年情怀，绝对不必有所怀疑。然而，刘亦菲从2008年《功夫之王》起进入电影圈后，其职业规划和选片眼光一直颇值得商榷。天生丽质偏自弃，辜负了上天赐予的美貌，非要一心去想当艺术家。而且，刘亦菲也一向不会选择适合自己特长发挥的片子，这和早年她长辈给她规划的那几部电视剧角色几乎为她本人量身打造。
是以无不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形成鲜明对比。而当初因为王语嫣、因为赵灵儿、因为小龙女而圈粉的那些颜控观众，掏钱买票进了电影院后，也只会被一次次被各种无聊矫情的剧情所逼退，被各种灰头土脸的造型所吓跑。下一回却还是有许多人傻乎乎的上当，只因对童年女神的痴心不改。比如2013年30岁的江一燕，这种标准寡淡颜女星，都能在同部影片4大名捕2中艳压26岁的刘亦菲。4大名捕刘亦菲版无情，对比两人戏外的同框照，这本身颜值差距有多大？30岁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虽然是部情节崩坏的烂片，但已经是他10年难得一见的好造型了。至于现在的刘亦菲，16年后终于在演电视剧《梦华录》，这种少妇造型，对35岁的女星而言，肯定算是保养得很不错了，绝对不能算长残了。不过呢，还是有太多的人，比如笔者，永远只喜爱18岁以前的刘天仙 Bushy， 所以混迹饭圈的那些黑子们，整天挖空心思给现在的刘亦菲不停的 P 图丑化，传播那些肥皂丑照。其实对这些耿直直男，是真的完全没有半点杀伤力的。说真的，如今那些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远古女神，一个个年龄都过了50岁，甚至60岁，近照又还有几个能看的？不是中老年大妈化了，就是医疗美容过度，僵硬的不忍看了，那又如何呢？照样是多少直男永远的童年女神。真要比投票，照样大比分无情碾压时下的这些年轻女星。而刘亦菲虽然年纪不算大，但她的远古滤镜和港圈那些电影女神是不相上下的。从每届虎扑女神大赛，广大直男会员投票比美的票力就能看出来。归根结底，我们爱的还是永远15岁的王语嫣，永远16岁的赵灵儿，永远18岁的小龙女啊。